号，蜜雅塔罗现在有 LINE 的官方账号了，所以如果大家有要预约占卜的话，可以加 LINE 的官方账号进行预约。Hello， 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一下未来的3个月，你们的强势逆袭会在哪一方面有突破性的一个进展呢？好，首先呢，第一组的朋友来帮你们看一下你们现在的一个能量状态哦。好，这一组的朋友啊，感觉上你们可能因为某一件事情，过去发生的一件事情，感到悲伤，感到难过，心中有很多压抑的情绪哦。你们应该是心中有千头万绪，可是也许找不到人说，你就一直把这样子的情绪压抑在心里。那我在这边看到的这件事情啊，好像是可能你跟某一个人的离别结束，有的人甚至是有很重要的人离开，或者是说你陪伴很久、照顾很久的一个宠物离开了你的生命，因此你们有一种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用言语难以诉说的悲伤。这个悲伤好像是慢慢的渗入到你的生活状态中，让你觉得做很多事情懒洋洋的，提不起劲。那有些朋友，我则是看到，很可能你曾经有很不错的一个工作，或者说很自由的一个环境，很辉煌的一个状态，或者是说，你的健康、身形各方面都是你很满意的，但是突然呢，因为什么事情，你原先拥有的一切被夺走了，失去了。这样子的一个反转，让你常常会去回顾，好，之前你曾经的那个样子，你之前曾经有一个很自由自在的生活，有一个很喜欢的工作，或是有些朋友你们是主动选择放弃的，因为你要照顾家人，因为你要配合其他人的一个工作而有所变动，也许是配合家庭其他成员的一个做法想法而去调整你的生涯规划跟轨迹等等。好，少部分的朋友我看到的是感情状态的一个结束，或者是那种暧昧状态的结束。对你来说，好像感情常常是这种摸不清头绪。有些人你们甚至是被困在一段不快乐的婚姻很久了，外人看起来好像也还可以，但是你内心知道你是婚内失恋，你是寂寞的，身边的这个人他其实没有这么的关怀你，或者说看重你，你们就是被困在一个很像很朦胧灰蒙蒙的这种心情当中，有一个无处释放的悲伤很久很久了。可是这张牌同时也有一个很正面的力量，因为在远方，在天空中其实是透露着曙光的，代表说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你们拥有度过悲伤的勇气跟能力，所以你们的这个能量状态其实正在转变。过去你可能觉得你动弹不得，你什么都做不了，你的力量很渺小，你被悲伤困住了，你看着其他人很开心欢声笑语的生活，觉得自己没有前进，没有进步，甚至还是在往下掉，有一种不知道这个尽头何时会到来，这个痛苦何时会结束。而宇宙想要告诉你，其实曙光已经出现了，这些事情已经开始有了反转跟改变的机会哦。好，
释放你的一个悲伤跟罪恶感哦。这张牌在说什么呢？很可能你们过去曾经做错了一个决定，或者是说，你一错再错，你知道这个决定是错的，可是你又拉不上脸去道歉，以至于很可能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也有的朋友看见你好像过去承担了一些不属于你自己的责任，你的事情，你把很多东西揽下来。有一些情绪不是来自于你的，而是别人丢给你的。因为你们很可能这一组朋友，很可能很多人都是属于高敏感的族群，以至于别人的情绪丢给你，你很容易就接收，然后你不知道要怎么去排出去，在心里压抑的越来越多，甚至有些这些罪恶感、这些情绪，不见得是来自于你的，很可能是你原生家庭的。你看到你的父母亲不快乐，你好像也没有办法。活得很快乐，好像自己如果过得很好，而他们沉浸在一个不快乐的情绪中，会不会自己就对不起他们？就是你明明可以让自己活得更好，活得更开心，但是有一个力量在拉住你，有一个力量，甚至有些朋友你们有一种自我毁灭的一个倾向，你明明可以过得很好，可是好像在要达成那个很好的终点之前，你们就会突然爆炸吧，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毁掉。有些朋友确实有这样子的状况，我看到你们要释放的其实不止心中的一个罪恶，还有很多就像前面讲的压抑的情绪。但是这张牌的出现真的就是幸运草的到来，放一把火，把那些不属于你的脏东西，还有已经困扰在你身体里压抑很久的那些肮脏的负评的低能量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清洗掉，大刀阔斧的去进行一个改革，去进行一个能量的调整跟转换。当你把那一些比较低频的能量释放掉之后，其实这组朋友看见你们重新的找回自我，找回人生的主控权，你就是你人生中的主宰者，你会重新看见自己的美丽跟美好，你们有一个蜕变的一个能量哦。好，这两个女生哦，看似她们是不同的两个人，但其实她也有一点从过去的自己跟现在的自己在对话。你看这个女生的这个身形，她是比较丰腴的，到了前面这个红衣服的女孩子，她是比较苗条的，有点像是你把很多的负担都丢掉了。有些朋友甚至是我觉得你恢复了健康状态，你可能丢掉的是你不想要的体重。好，你看到自己又重新恢复一个很健康的自己，很苗条的自己，你很喜欢你新的一个样子。好，当你的心情渐渐稳定下来之后，我觉得你们会开始去想关于你的人生，关于你的感情，关于你的学业，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去调整的。你们心中应该有一个积压很久的梦想，是你过去想要做，但是可能因为时机不对而没有去做，或者是说当时你们就真的是为了其他人而放弃你的理想，你的感情。过去你们觉得无能为力，但是宇宙现在告诉你说，你们可以去真的为自己的人生设想。好，因为不好的状态已经结束了嘛，接下来你们会更加的焕发活力。关于你想要过什么样子的人生，你想要做什么样子的工作，你想要过什么样子的生活，你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你都可以去尝试看看。包含有些朋友你想要出国留学，想要去开民宿，想要去创业，或者说想要斜杠，或有些朋友你可能想要做这个提早退休的一个计划等等的。好，这些东西过去被你搁置的梦想，重新的开始启动了。我看到你们的内在变得更加的勇敢，更加的坚强。下一张牌，这张牌也是一个情绪释放的牌，代表说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压抑在心中的那些难过，
还有委屈、孤单、被放弃、不被理解，还有不被珍惜，以及好像跟这个世界在对抗、在抗衡，好像微小的力量在跟其他人搏斗的这种心情，不止1年，可能好几年了，甚至有些朋友你们到现在都没有，好像打从心里很开心的活着。可能你也会笑，但是那个笑里面还夹杂了一些好像酸涩，夹杂了一些痛苦，没有完完全全无忧无虑的那种放声大笑过。你们有些人真的是从小可能就比较容易去吸收来自家庭的能量，或者说从小你们就容易想比较多，考虑比较多，然后有些朋友容易有一个忧郁的倾向。不过这些情绪啊，我看见已经正在远离你了哦，已经渐渐的离开了。你们变得越来越坚强，你们坚强的能量可以去抵挡外界给你的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不要害怕，不要觉得你们是孤单的一个人，不要觉得你是孤军奋战，不要觉得好像身边都没有人支持你，没有人挺你。我看到有一些在你脑海中你一直跟你自己对话的讯息不是真的，只是过去你的思维一直困住你。当你们跳脱出来，会发现这个状况其实可以一个比较中立的情况去看，并不是你得不到爱，而是也许他们给你的爱没有那么多，或者是说用错误的方式在给你爱。所以有些朋友我看到，如果你跳脱出来看，你们一定会跳脱出来，因为这张牌是所有的负面的不好的情绪都已经离开了，你不再会被周遭的那些声音跟杂讯影响，还有你周遭就是你自己内心的那个坏的声音，批评你自己的声音，它也会离开。所以这个包含了2方面的离开，第一个是外在不好的能量，第二个是你自己跟自己在对话的时候，那一些批评自己、否定自己的声音。好，我看到你们变得越来越坚强，越来越勇敢。当你们更加的坚强，更加的勇敢，其实你内心会长出更多的力量。你前面说过，看见属于自己的美好。有些朋友，你过去很可能觉得找不到自己身上有什么特长可以发挥的，或者是说时不我与，你明明有才华，可是没有被看见的机会，或者说没有被落地的机会。而接下来哦，你们的能量会有一些翻转。我觉得有些朋友，如果你是在艺术、音乐、写作，或者是说这种创作方面很有天分的话，你们的这个创作，你们的产品，你们的这个表述，有机会被更多人看见、接受跟流传。过去很可能这个东西是隐藏在你内在的一个才华、思想，接下来你将会把它们辐射出去、发散出去，再影响更多的人。这个就是你自己独一无二的观点、观念跟想法。好，所以不要害怕。有些人甚至我觉得你会把过去一个曾经发生在你身上不是这么好的经验，你去分享、去说出来。当你说出来之后，其实你内心也更加的得到释放了。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张牌哦。这张牌是要对自己诚实哦。好，很多人你们长期没有表达自己的声音，很可能是你想要做的事情，不是这么的被这个世界认可，或者说不见得是跟主流大众的这个价值观是合一的。也许你想要从事的产业不是这么的热门，很可能以你的能力，你可以去填一个更好的科系，更赚钱的科系，因此你选择放弃你其实很想走，但是在
其他人眼中不见得是很好的一个产业跟行业。这里的好指的是赚不赚钱、热不热门、有没有在风头上跟风口上。因为普世的价值观可能会以金钱来衡量这个职业的好坏，可是对于你来说，你自己内心有另外一套评判的标准。好，也许你过去真的戴着面具很久了，你成为一个比较体面公司的职员，或者是做跟大家一样的事情。也许你工作的地方很稳定，福利也很好，你也不敢就是短时间说要换工作什么的。可是你内心知道你有更想要做的事，甚至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很想要离开现在的环境，你想要自由的去看世界，环游世界，或者说你想要过着一种比较闲云野鹤的生活。那有些人，我觉得你真的是背负了很多，你需要去照顾家人，你可能需要扮演一个好妈妈、好爸爸、好员工、好儿女、好媳妇之类、好学生等等的角色，但是你们内心又有一些想法说，如果我今天不做这个职位，如果我就是不再承担这些责任，我的人生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呢？我觉得很多人，你们真的是在勉强自己去做一份不上不下的工作，因为你们内心其实有其他更加向往的事情，只是这份工作它可以养活你，所以你就继续待着。你们有一点不自信，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去选择自己真心所想要做的事业。好，但是这张牌会出现，代表说宇宙要你们对自己诚实。你们这一组绝对不是不努力，而是我看到有很多的时运不济，时不我与。很可能你准备好的时候，一切都好像有规划的时候，之前这个疫情就打乱了你的计划，让你没有办法在梦想的道路上顺利的发展。但是呢，过往的一切都被抛开了，你们将会勇往直前，你们将会去对自己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心。过去你们花了好长一段时间在奋斗，在战斗，跟自己内心的声音战斗，以及跟外在的环境做战斗。好，那一些战争，你自己内心的争斗跟外在环境的那个争斗的伤痕已经过去了。对，你们一定要去听进去，那些东西已经结束了，已经过去了，新的自由的人生已经开始了。你们的人生有出口，低潮的状况已经结束了，不幸的事情已经结束了。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不用再担心，不用再害怕，那一种深深的吞噬你的无力感，就让它停留在过去。你们慢慢的往前走，会看到解答，会看到出口，你们会看到曙光。只要你沉得住气，其实很快就会到来。你们的能量给我感觉比较重，真的有些朋友你是曾经拥有很多，但是突然归零，突然来到了谷底，而你们也真的不是不努力，而是命运可能过去对你们比较顽皮，让你尝试之后又跌倒，甚至有些朋友你们内心有一点点对宇宙有一点点生气，或者是说过去好长一段时间你会觉得那个这个能量不是宇宙不是站在你这边的，或者说当时的那个气氛环境不是对你有利的。好，接下来你们的逆转你们过去跌的有多深，现在的这个逆转其实就有多猛烈，它的那个弹跳跟反弹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跟非常非常高的。好，
有些朋友你们现在在疗愈期，在修复期，但是我觉得这个疗愈期已经很快的要结束了。接下来就是要看见你自己内心真的要什么，你们要的东西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好，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中，你们会去做选择。十字路口的出现代表你的人生有选择，所以不要害怕。好，这个是贵人牌。有些朋友，我觉得是你好，在你的当前的这个学习工作的领域中，你可能会去想有没有其他的斜杠，你要发展其他的副业或其他的赚钱方式，或者有些朋友，你对于你自己提早退休这件事情有在规划，有在累积，并不是说它只是一个梦想，而是你发现，它是真的有机会可以达成的。这是一张贵人牌，有贵人要来帮助你。这个贵人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而且我觉得这个贵人他不只能够帮助你，他还能够去帮助很多人。但他今天选择帮助你，代表说，你身上有他欣赏的地方，你身上有让他去感动的地方。这个贵人他是一个，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很多话的人，可是他会切中要领的去给你一些指点。很可能有些朋友，你们会在业务上跟某个人有所合作，这个合作对你来说是一个机运，是一个大放异彩的好时机。你跟他合作之后，你的知名度被打开，或者说你的财运被打开。你跟他合作之后，因为这个人的这种品牌，或者说这个人是有知名度的，或者说这个人他是某一个领域的权威学者等等的，你因为跟他的这个合作机缘牵线，你们也会被看见，甚至你们也就是你的这个品牌你的这个个人的特质、个人的价值也被挂上了保证，因为这个大人物大佬他看中你们，其他人听到说他跟你合作，或者你是他的学生，或者说他选中了你，或者说他提拔你等等的，他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因为他的光环效应，自然而然我觉得你就受到了庇应。很多事情你们真的是非常的轻松，非常的顺利，甚至他会为你去打开一个你以前没有办法进入的新世界。过去有些朋友，你很可能有一些兴趣，有一些才华，是你自己自娱于人，是你自己在这个浴室里唱歌给自己听，或者是说你自己写的一些小说啊、日记等等，我觉得他们都有机会变成一个整理出来，变成一个很好的能够去影响别人的产品、产出或者是服务。好，把它拿出来，有机会去变现，有机会去赚钱它不只是一个兴趣而已。很多时候这个兴趣如果它不能够去变现的话，很可能对你当下的生活是没有很大的注意的。因此我觉得这个在十字路口的选择上，很多朋友你们会开始去用你的兴趣去做斜杠，这个斜杠是能够变现的，而贵人会来帮助你。甚至有些人呢，我觉得你们就是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你就辞职。当你的副业的收入超过主业之后，你就辞职，你就重新的选择换跑道，重新的开始。也许别人会觉得这样风险有点大，或者也许别人会觉得你干嘛要就是转换你现在也好好的可是只有你内心知道什么样的路才会快乐。在梦想的道路上，你就算跌倒了，你也会想要再爬起来。可是如果今天这条路不是你想要走的，你每一天去工作去学习，你就只有一个被困住的监狱感，就只有被剥夺感，每天都在数馒头，每天都觉得自己好像在卖自己的时间来换取这些金钱想一想，其实你会觉得很难过，甚至会觉得很难受。所以这组牌的能量，宇宙一直要说，
对自己诚实，你们是没有办法去欺骗自己的，在感情上也是，你们没有办法欺骗自己。这段感情中，究竟双方有没有爱，其实你自己心里很清楚。这是一个真相大白的机会，这也是一个让不好的人事物离开你生命中的一个机会，同时也是让新的更适合你的机会以及人以及这种赚钱的方式，对你来说更加容易的赚钱的方式，你去迎接它。你们是宝藏男孩、宝藏女孩，所以我觉得这里也有一个这种才华重新被贵人挖掘、看见的能量。好。除了贵人这边还有一个讯息是戒指，可是这个戒指我比较不觉得它是跟感情相关的，它比较像是一个长辈，好，一个权威的机构、知名的公司等等，然后再配合后面的这2张牌，你们很可能会得到一个认证，来自政府部门的认证、官方机构的认证，它可能是一个通知、录取通知、考试及格证书，或者是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门票、什么样子的入场券。你因为有这个通知，你可以出国，你可以移民，你可以进到一家公司，你可以去进入一个产业跟行业等等的。它是一个正式的官方的这种文件跟机构，还有一些能量是这个可能是来自于一个很大的这一种外商，很知名的一个很顶尖的、很优质的这种顶流的公司发给你的一个邀请函，你们接到的时候会非常的开心哦。过去那些悲伤的能量真的已经结束了。有些朋友看到这个是一笔投资的这种资金流入哦，有人要资助你，有人要投资你，关于你的创业项目，关于你的创业的计划。好，然后这边还出现一个男人的脸哦，所以呢，你们的贵人啊，有可能他是一个男人，然后他看起来是一个才思敏捷的人，然后他内在很聪明，但是他真的跟前面的能量一样，他不多话，他惜字如金，但是他有权利，他会在关键的时候给你一些重要的讯息指引，很可能这封信就是他发给你的。你们一开始可能甚至有些朋友觉得你们会有2个贵人，一开始可能是这个北极熊这张牌，这个贵人感觉他离你比较近，这一个贵人他是一种更加高层，更加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去见到的，可是他也许是在背后就是穿针引线，默默的去成就这一切事情的一个来源哦。好，你们得到了这个机会，这种认证授权或是一个信什么的之后呢，还有这个戒指啊，我觉得代表说你们的名跟利都有，名利双收，你们金钱的能量也有，还有一个你会受人家尊重，你不会过得很憋屈，你不会怀才不遇。有些工作室虽然很有钱，可是他是需要去为五斗米折腰，可能是需要一直去服务很多的人。那今天我看到你们的能量啊，他除了有钱，还有一个受人尊敬、受人尊崇，还有会去珍惜你的时间这样子的讯息。也就是说，不是你去求来这些机会，而是别人去请求你的一个帮助。那最重要就是你要自己把手，就是把捂住你嘴巴的这个手拿开，因为你们过去真的是很压抑哦。好，当你去拿开，
把自己能量压抑住的那个罩子之后，其实你可以自由的去表达，自由的呈现你的美好。这个贵人也会受到你的吸引哦，他跟你绝对是在不同圈层的人。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一个非常顶流跟顶级的一个能量，甚至有些人他是在电视上的一个名人，他是某一个产业领域的名人，他非常的有钱，或者说他的地位很高，或是他有一个家族的企业等等的，很厉害很厉害的一个人，实力非常的坚强。好，因为他跟你合作，或者说因为他的一些牵线，你们会机运大开哦。很多时候也因为这样子的机会来到，我觉得你们可以打通关，你不用照着原来的那个游戏规则走，你们会有这种隐藏的 VIP 的通道可以去走，或是说走后门这样子的感觉嘛？台面上的那些规则可能是给就是一般这种正常努力的这样子爬上去的一个方式。而今天我觉得因为这个人的出现你会发现原来他是一个可以制定规则的人。好，要位置他其实可以给你弄一个位置来，为什么？因为他看好你，可是一再强调你们要移除对于自己不可以的那个限制性的信念，你要对自己诚实，你内在的力量才会真实的被显现，你的隐藏才华才会真实的发挥出来。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简单哦。好，这一张牌的能量让我感觉很轻松，因为过去你们压抑了太久了，我觉得现在宇宙真的是要让你休息，好好的放松，什么都不想。好，你们得到这个机会之后我觉得你的心情会很轻松，很自由自在，你不需要去烦恼很多事情，你不需要去思考下一步怎么走，或是说你不需要再去顾虑那么多人了。你的选择，你的生命会变得很简单。过去很可能你是在十字路口嘛，有很多的选项，而你们会做出选择，然后生命中也会有新的机会产生。你们的人生接下来会变得很单纯，没有那么复杂。这一组的能量，我觉得比较偏向于个人的事业跟发展。那少部分的朋友，我觉得对应到的是感情，在感情上会稳定下来不管这个稳定是你进入到一个感情生活，或者是说你很习惯现在这种一个人的状态，无论如何你会很满意自己简单的生活。有些朋友看到是你在生活上会进行一个断舍离，用最基本的这种生活方式来去满足自己。并不是说你们没有能力让自己过很高级的娱乐跟生活，而是你们已经不需要用很多外在的物质的东西来证明你自己，甚至你觉得你没有必要把自己辛苦赚来的这些钱去买一些就是只是让别人看而自己不是真心所喜欢的那些东西，你也觉得没有必要跟人家去拼比啦，比来比去比不完。我觉得你们内心真的得到了自由。媒体啊，或者说你身边的同事啊，谁又买了房买了车，对你来说你已经不在意，或者说谁的出生环境很好什么的，对你来说好，因为你已经对自己诚实了嘛，你知道你是谁，你现在拥有什么，以及你可以怎么走，好，这样子就好了。你诚实的面对你自己，贵人出现来帮你。你们前面得到了这种隐藏的门票、入场券跟机会，很多时候让你困住的那个难关被打通，接下来你的思想可以很开阔。当你发现，或者说当你有一些自己的时间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生有其他的选项跟选择，你开始会对生活，我觉得不单单只是这个事业，不单单只是学业，而是你的这个生活模式，你会开始去思考有没有其他的方式，现在不满意的、不喜欢的，有没有其他的模式可以去代替呢？你们最终会做一个抉择，我看到你们会追寻自己心之所向。那这张牌也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会到海外重新的开始，或者是说，有些人也许会
转换一个新的住的地方。这张牌还跟这种飞翔、旅游、运输，还有这种大自然的讯息有关哦。也许你们想要做的事情是跟上述有关的，去旅游，或者说去在大自然的环境中好好的放松。好，我看到你们的创意啊，就是源源不绝，没有办法停下来，有很多新的点子不断的在冒出来。过去很可能你们也是有那个，就是心中也是有一些念头，想要去做一些什么，做一些自己真的会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就是这个产出留下来之后，会证明你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活过，会是属于你独一无二的作品。你们过去可能也有类似的念头，而现在我觉得这个念头啊，它要具象化了。你们已经脱离了那个需要去跟别人争斗，还有跟别人斗嘴，或者说跟别人赌气、生气的那个阶段，你们不需要再去证明你自己了，因为前面已经有贵人的能量来证明你了。所以我觉得过去曾经不看好你的人、落井下石的人，或是一些酸民他们通通都会闭嘴，甚至他们会觉得原来他当时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你们是这么的棒。他们反而有些人会改变嘴脸，想要来巴结你，想要来亲近你。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是在能量上华丽的大转变、大转身，以至于过去可能有一些情缘就是当时也许对方拒绝了你，或者说对方就是对你忽冷忽热，然后这里也有一个反转的能量。曾经你很喜欢的一个人，可是他可能对你不理不睬，或者说他可能当时选择了其他人，这里有一个反转的能量。他看到你的华丽变身之后，他会想要回来重新的跟你连接。而对于你们来说，你们还要不要这个人呢？我觉得你们很多人已经不再停留在小情小爱的层次，因为你们看到的这个视野会更加的广阔，更加的宽阔。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下面的牌。好，接下来这是一张这个天平的牌哦。你们做的这个决定或签的这个合约啊，不会是不公平的，不会是委屈的。就是如果你要跟其他人合作，或者说如果你要用心投入一项事业的话，宇宙告诉你说，你不会没有回报的，而是你投入之后会有回报，会被看见。这是一个会让你觉得这个决定是公平的，就是你做什么，然后你预期，就是你走正道，你预期会有好的结果，它就会来，它不会有说你好像努力了很久，结果杀出程咬金，或者是被什么样子的小人在背后捅刀。不是哦，我觉得接下来宇宙要给你的就是一个公平、舒心跟顺心的能量。有些朋友，如果你们在官司上，或者说在人际关系上是需要跟别人去争取权益，或者是说需要去证明自己的清白的话，这张牌它也会有一个最后的公平正义会实现。好，另外我觉得这一张牌还有一个就是你们的心中会对于你所下的这个决定非常的平静跟安稳。你下了决定之后，你不会担忧，然后你会义无反顾的去走。很多时候我们做了决定之后，很可能会去想很多，会去后悔，或者是说害怕自己的这个决定不聪明、不明智。可是我看到今天你们的能量是，你下了决定之后，这个决定对你来说就是最好的决定。你们的福报累积的够多之后，其实在天平的两端，不管你选择哪一条路，最终都会获得丰厚的回报。就像刚刚说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有些朋友就是
其实你选 A 跟选 B， 最后都会到达一个好的结果，只是路途中遇见的人看到的风景可能不同。好，接下来看到这张牌哦，你们终于开心的笑了。过去很可能你们是右半边这个低头的悲伤的阴霾的天空在笼罩，而现在呢，现在的新的你对旧的自己微笑了。好，你去鼓励过去的你自己，这个是未来的你要跟你鼓励的一些话，未来的你要来安慰你，未来的你要来拉你一把。好，未来的你是非常自由自在的，未来的你是非常确信自己的脚步的。你不再因为恐惧而踌躇不前，你不再对物质、对金钱没有安全感。我看到你们是非常自信、非常丰收、非常美好的，甚至有一种你一切都得到了，在金钱上，在梦想上，你都十拿九稳，而且还可以继续去前进，继续去突破。你们会非常的有安全感，而且你们不再，就像我前面说，你不再需要很努力的去证明你自己，你们已经不言自证，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让大家看到发光发热的你，发光发热的能量哦。好，过去你可能是惊恐的，过去你可能是忧伤的，过去你可能是罪恶的，感到罪恶感，感到悲伤，感到被困住。好，现在呢，你是开心的，你是自由自在的，你对于未来有很深的、很开心的一个期盼，你想要往前走，去看看未来还有多么美好的事情会发生哦。你身上的才华会被看见，这个才华是你从小就有的，它甚至是不需要努力去学习获得的。可能你从小就很会唱歌，或者是你对文字很敏感，或者说你的这个数理方面特别的有兴趣，然后数学天才等等的，你们的才华不需要去否认，你的才华就是属于你内在的宝藏，你的才华就是要来帮助你展现这个世界，展现在这个世界有多么的特别。你过去如果曾经走上错误的道路，让你好像有一点迷茫跟迷惘的话，接下来我看到你会回到正确的轨道上，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取得关于你今生最大的成就以及最好版本的你自己，所以大家真的不用害怕。你看到你是嘴角上扬的样子，非常有自信，所以这个低头的、难过的、觉得很无力的、觉得很匮乏的能量，它已经要过去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一张牌哦，这张牌是时间哦。好，它是一个沙漏。这张牌的讯息其实是宇宙给你们的一个提醒哦。你的时间呢，每一个人一天都有24小时，你要怎么过呢？开心的过一天也是过，难过的过一天也是过。既然都已经知道未来的你是这样子的开心，这样子的美好，其实呢，在这个转变期，在这个过渡期，大家真的要放宽心。你身上的这些业障、负能量，或者说这些伤痛啊，会慢慢的被消除哦。甚至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可以，如果你现在有一些悲伤的情绪，我觉得也许你可以去做一些帮助其他人的事情，让你有一个转换的念头，或是你们可以去大自然走走，就是不要一直待在那个让你不舒服的环境中，或者说不要把自己困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太久。好，有的时候呢，转换一下环境，这个心情也会转换。而你们的时间呢，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你们过去流的每一滴眼泪，它都是一个珍珠，串起来就是一个珍珠项链。这个是你们过去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证明。同时呢，过去的那些眼泪，它也会幻化成智慧，幻化成养分。在这个沙漏中，白色的这个沙子闪闪发光。你们的时间就是珍宝，你们要好好运用你的时间哦。你想要来运用你的时间怎么做呢？好，
宇宙希望你们可以赶快找回开心的能量，然后带着开心的心情去迎接接下来全新的生活。有些朋友真的看到你们这个事业越来越红红火火，而且也是你真心所要想做的事。有些人你们可能自己真的就是开店了，或者说自己创造了一个理想的自由的生活方式。虽然不在上班打卡，但是你赚的更多，你的心情也更加的安稳，或者说你的身体更加的健康了。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会有每一个人对应到的不同，可是我觉得真的会有很多人，你们会有很突破性的发展。很多人你们不再会去走那种传统的道路，也许是一些就是我想都没有想过、听都没有听过的职业或者是生活方式。听起来很梦幻的这种生活方式，都有可能在这一组的身上发生。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我是蜜雅，我的 YouTube 跟 B 站的名称都是蜜雅塔罗。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看的主题是逆转人生哦。哪一方面你们会迎来一个翻转？哪一方面会迎来一个巨大的好消息哦？改变现况。好，首先呢，我们来对应一下这组朋友你们现在的一个能量哦。第一张牌是欺骗哦，好，第二张牌是全面束缚。第三张呢有能量牌卡，焦虑。第四张关爱的连接。好，这一组的朋友感觉上第一张牌哦，有一个人他正在，或者说过去曾经哦虎视眈眈的看着你。这个欺骗哦有两种，第一个是有一个人他曾经甜言蜜语的诱惑你，告诉你说他会给你一些甜头、一些好处，或者说他跟你规划什么样子的未来，但是到最后你发现哦，根本就是一场空。这个人他其实很不诚实，看他的面相就知道，他是一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然后各方面都是以他自己的利益为优先考量，就是他讲的话，其实你听起来是为你好，但其实他是想要说服你，把这个结果往对他有利的方向去引导。所以我觉得这一个人哦，他很可能是接近你的时候哦，伪装成是你的朋友，伪装成是一个会对你好的恋人，或者说伪装成是一个可以发大财的机会等等的。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哦，好，你们就信了他，而最后啊，帘子掀开之后，才发现这个人是心怀鬼胎的哦，他其实不是那么的真诚的，他有很多的算计，这个人城府非常的深哦。过去有些朋友，你可能真的是遭受过这样子的一个欺骗，也有可能这个欺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层次，关于这个社会上一些似是而非的谎言。别人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会成功，但其实这个成功的这个方法很可能只是网络上其他人随便说说不用负责的，很可能那只是一个骗局，一个谎言。所以有些朋友你们可能是被这样子的陷阱所迷惑了。第二张牌全面束缚哦，好，这个女生她虽然被绑住了，可是她的心是自由的，他的心渴望自由。你看这边有这个鹅跟蝴蝶的这个透明的灵魂，代表说这个女生哦，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即使是在最困苦、最黑暗的灵魂暗夜中，她还是渴望自由，精神不灭。你们给我的能量就是这样，你内心真正渴望的是什么呢？过去你很可能一直都戴着一个面具，没有办法说真话，或者是说卡在一个感情关系中很辛苦，或是
你周遭有能量一直把你往下拉，拉到看不见的一个黑洞中，有一个力量把你吸进去。你每一次要爬上来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些丧尸，有一些吸血鬼在拉你的脚。所以呢，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你们有的时候很无奈，并不是你不想逃，而是你没有办法逃。那另外一种我读到的能量，这个全面的束缚啊，有点像是不知不觉哦，不知不觉你就被困住了。这种情况的朋友比较像是，好，你照着规则走，好，照着一定的成功的法则去走，可是你过了这样子的人生之后，才发现这不是你真的要的。有些朋友你很可能结婚啊、生子啊，或者说你进入一个过去你曾经是梦寐以求的工作，或者说你过去很努力准备的一个这个考试通过之后，你以为你会很开心，没有想到走着走着你却发现好像你并不是这么开心，并不是这么愉快，有很多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样，可是你也没有办法再去推翻，再去改变了，因为你的沉没成本已经太大了，你已经没有办法说不要就不要，因为当下的你的那个能量状态可能牵扯到很多人，可能有一些财富的安排，有一些这种就是学习已经投入了很久的能量，你不可能说要换专业就换专业要换题目就换题目等等的。就是有些朋友你们是明明是在计划好的事情跟轨道上去走，但走着走怎么觉得有一个不是这么开心的感觉。好，你们其实不管是哪一种，你们都非常非常的想要自由。我觉得你们内心其实有另外一个声音在告诉你，现在的生活好像不是你真心所热爱的。你们的眼睛很清楚很明白，但是你们没有说。也许这个束缚跟过去的欺骗有关，因为这个欺骗，因为这个欺瞒，让你被自己的思想束缚住了。你可能在感情中跌了一跤，因此你告诉自己说，你的信念就把自己限制住，说我不会再有幸福的感情，或者说男人都会骗人，女人都会骗人，或者说这个欺骗是一次投资上的失败，你们就会很担心说这个投资啊，这个股票都是有风险的，我不要再去投入了。各种状况的束缚好，焦虑，这个焦虑还包含了拔头发、掉头发、咬指甲，说皮肤长很多的痘痘，或者是有些朋友你可能会体重忽上忽下、水肿，然后睡不好。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影响到你的身心状况了。好，关爱的连接，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跟前面那一组的能量比较不一样。我觉得这一组多了一些感情的讯息，关爱的连接是你们过去到现在一直都很渴望的一件事情。有些朋友你们可能是母胎单身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真实的谈过一场恋爱，或者说有些情缘看似可以认识，但又因为当时物理的因素大家好像走着走着就散了，就是错过了。但你们内心渴望一个真心爱你的人，一个现在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是蛮注重颜值的，一个颜值高的优质的这个对象来到你身边，不能是秃头，不能有啤酒肚。好，那这样子的人，你们在等待渴望一段优质的恋情，去跟你展开接下来的人生。好，这个是我连接到的这组朋友的能量。然后有些朋友很可能你们已经找到了这一份关爱的连接，然后这个人来到你生命中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怎么好像我在做梦一样，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就非常符合我的梦想清单。然后你们可能正在跟这个人认识、交谈或者是交流，
慢慢的、深入的了解彼此，也有这样子的能量。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其他的讯息。我们的月相神谕卡，新月在双鱼座，与神灵同类。新月在射手座，聚焦正向的一面。满月在双鱼座，原谅。好，这组的朋友啊，很可能你们会从阿卡西记录，或者说你们会从冥想，或是一些身心灵的疗愈中去连接你的高我、你的指导灵，你会得到很多的一个讯息，或者是你们透过你们信仰的那个宗教你去连接宇宙最高的那个源头，你会去下载一些宇宙开放给你需要知道的讯息。你来到这个地球、这个宇宙的使命是什么？你们的灵魂需要做什么？什么才是你一生中所追寻的一个志业？你该往什么样子的方向前行？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很多人你们是非常敏感的，你们能够看到、能够听到别人看不到、听不到的一个讯息有些朋友你们是特别的，好像跟大自然、跟宠物能够去沟通。有些朋友则是你们会去常常看到天使数字等等的，或者是说当你在跟你的神明祷告祈求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明确的得到一个讯息，你感觉到你的神明，你信的那个宗教的最高的那个能量来源在跟你直接的对话。好，这组朋友有这样子的讯息，聚焦正向的一面过去那一些束缚你的能量它已经走了，过去那些焦虑已经离开了，大家放心不好的东西真的已经被清理掉。很可能在前一个阶段你得到来自神灵的讯息，你跟神灵同频之后，神灵会完完全全的扭转你的思想、你的观念。比如说你本来是一个稍微悲观的人，或者是说什么事情你就会立即的想到说如果发生不好的事情会怎样，或者你遇到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立刻想象出各种不同的情境的结果，有些是偏向负面的。这个是一个自动化的思考的过程，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可是接下来呢，我觉得宇宙真的是要让你去调频啦，你的思想、你的眼睛看向的是正向的、美好的一面。对于未来，我觉得你们会很喜欢、很积极、很兴奋、很有热情、很有期待。你内心中的渴望完完全全的被激活了起来。你每一天早上醒来都是带着微笑的，你是被热情唤醒，你不会想要去贪睡，你很开心、很积极的去迎接每一天新的开始。好，你跟神灵同类之后聚焦在正向的一面，我觉得你们本身的这个能量会更加的闪耀，很容易被看见。你们会成为那个能量的聚宝盆，很多的好的优质的能量都在你这边汇集。好，接下来是满月在双鱼座。满月在双鱼座这张牌，它说的是原谅。这张牌很可能你们要原谅的跟过去那个伤害你的人、欺骗你的人，或者是束缚你的那个状况，让你紧张、焦虑、睡不着、吃不好也睡不着的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情有关。为什么要原谅呢？好，其实原不原谅是大家自主的一个选择，就是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可是今天这张牌出现在我们眼前，它一定是有一些话想要告诉我们。如果你不原谅这个人，你可能会在脑海中反复的跟他的能量做
连结，你在想说我要怎么报复他，或者说你希望他过得不好，你诅咒他，或者说当你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为什么他这样子一再的伤害我跟欺瞒我。而如果你们今天原谅了这件事情，好，原谅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以及对你造成的伤害之后，你们就可以完完全全的放下往前走，不要再跟这个人的能量有所瓜葛了。当你自己过得幸福，这个就是最好的报复。甚至当你自己过得幸福的时候，你完完全全也不会去在意，对方看到你究竟有没有觉得懊悔，就是你们已经不在意要不要去报复对方，或是对方会不会后悔这件事情，因为你会很满足，很沉浸在你新的人生、新的世界了。而且你还会去感激说，哦，原来当时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让这个人离开，或者说让这些事情发生，当时可能是很痛的，可是回过头来去看，这个选择，这个走向是对的。因为如果不发生这件事情，也许你还跟这个人牵扯在一起，你的能量还继续被束缚住。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看到的是你们没有必要去为了一个对你不好的人，让你难过的人呢，让你受伤的人去流眼泪，去哭泣，或者说没有必要去执着谁对谁错，没有必要争执说先来后到，没有必要去追寻一个所谓的你是正义的一方，而对方要做一些补偿。因为这些东西如果对方听得懂，他早就听得懂，他早就做了。那如果他就是没有办法理解，你再去回顾，再去追悔，再去生气，再去抱怨，这个其实只是伤害你自己，只是对牛弹琴而已。所以没有必要再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们宝贵的青春年华，往前走。对，这张牌会出现，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就是真的可以去彻彻底底的原谅，彻彻底底的放下，彻彻底底的去迎向崭新的美好的未来。就好像如果过去你的灵魂就是你的灵魂因为这个人或者说过去不好的事情蒙上了很多的灰尘，让你没有办法发光，让你发的这个光是模模糊糊的。这3张牌的能量会让你们把身上的这些灰尘都擦干净，让你们重新调频到最闪亮以及最快乐，你最喜爱自己的那个发光的方式。你们绝对是可以心想事成的。好，你们绝对可以去迎接比过去你所期待的还要更多更好的这样子的人事物，你会吸引到比你原先设想更好的这个情节哦。如果你对于你人生的剧本故事的情节曾经有过一些编写，有一些排程，有一些梦想的话，会比你想要的还要更好，想要的好事会2倍3倍的到来。好，接下来再看一下下面的牌哦。这张牌是翻书哦，在问为什么。好，下一张牌是思考者。这2张牌非常的有意思哦。这组的朋友，你们会变得很有智慧。这个智慧不是那种学霸而已，因为学霸可能只是会考试，会在学校里取得成绩排名很优秀、很前面。好，但是我看到的是你们会去发问，你们会去思考。就算你听到了别人告诉你的一个道理，你也会深入的去思考说，这个道理对不对？或者说他的这句话有没有当下的一个时空背景，适不适用于现在的你，现在的一个生活环境。很多朋友我看到你们会广泛的去阅读、吸收知识、读取讯息，并且用你的脑袋去分析。
你们跟别人很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当你广泛的去看、去接触很多的人事物之后，我觉得你们会被触类旁通。还有一个就是你们会去思考哦。有些人在念书或者说在取得资讯的时候，他会很重视量，可是其实你们知道关键不在于量，就是你一年看100本书，一年看1000本书，看1000本书的人，他真的就都有吸收到了吗？他的人生就过得更有智慧，过得更好吗？他每一次选择都是对的吗？其实不是哦，重点是你有没有去思考。你们不会去省略思考的过程。我觉得有些朋友你可能会拿到这个资讯，或者说拿到这个题目，拿到宇宙给你的考题的时候，你会停下来想一想，也许你的速度是慢的，可是你们最后回答出来的这个答案是很正确的。你们也不会用一些投机取巧的方式来好像营造出我很有智慧，我学了很多的一个感觉。因为有些人可能他会用这种比较快的方式，很快的翻完一本书，很快的去听完一本书，但他不见得会真的有去锻炼到他的思考，他只是去读取别人做的一个总结。好，但是你们真的是听进去，真的是有思考，真的是能够去提取讯息，而且去产出。很多人听了很多的大道理，或很多人看了很多的书，表面上很有学问，但是却仍然过不好这一生，因为你知道跟你能够做到，它中间是有一个巨大的鸿沟跟巨大的落差，再加上现在资讯爆炸，很多的讯息是假消息，是杂讯，似是而非的，你们会去筛选，你们真的会有一个很聪明的那个脑袋可以去筛选，你们是思考者哦。好，很多的问题呀，在你们这边哦，可以得到解答。很多的别人解不出来的这个难题跟困境，在你身上这样3言2语哦，你就能够去这个回答出来。也许有些朋友会找你们问问题，或者说有一些人你们会成为去开导别人的人，你会发现原来你已经不知不觉的上升到不同的高度。过去你们可能是学习者，是这个学徒，而接下来这个能量，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往上一阶，你会成为别人的导师，或者说你会成为这个领域的佼佼者、专家，你会成为这个资深的玩家。你们真的已经不再是初学的阶段了，而且这个是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有一天就突然发现，我过去不懂的东西，我现在怎么懂了？或者说你过去可能很相信的一个专家、一个大神，你现在回过头来去看，就觉得他讲话的逻辑有问题，有一点点不对，或者说你提出了一个自己的想法，很可能他的这个思维模型可以用来解决特定的问题，可是他少去顾虑到某一些层面，而你们现在能够看得出来对别人的盲点，这个是你们整个思考层次提升了。因为你的思想已经提升到另外一个不同的层级了，对你们来说呢，你会在阅读，你会在吸收，你会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得很多很多的启发，感同身受，并且重新的产生问题，重新的去回答这些你自己提出来的问题，最终呢，你会找出一条对于人生你可以去回答你过去没有办法解答、想不通的一个卡关的地方。很可能它是回答有关于爱情，很可能是会回答有关于金钱，很可能是回答有关于人际方面的一个卡点。好，那我看到你们的思维真的有很大的一个转变，前面说的聚焦于正向，以及很多过去你想不通、看不透的事情，你可以理解了，因此对于你们的生命未来的走向也会有
非常大的一个转变，非常正向的一个转变。你们不是由别人带着你去走，而是你主动思考过后的一个选择。你清楚这条路对你的利与弊是什么。你们不要吃大锅饭，就是你不是去选别人配好的客制化的一个选项，而是你真的根据你自身、你的个性、你的情绪、你的一个天赋本质，你去走，你去选感情、事业、家庭、生活怎样子的状态是能够平衡的，怎样子的状态是你们想要去追寻的。好，这是你们的一个能量哦。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一下。好，我们的下面这张牌哦是猎户座的剑，猎户座的一个剑哦，这把剑非常的有力量。它在说什么呢？它有一种超过时间、空间的一个跟宇宙造物主做直接的一个连结哦。我看到有一个力量，有一个声音，它在保护你们哦。它会在你的生命中去画出一道健康的界限。它是一个温和跟坚定的能量，它在带领你走出来，因此旧有的人事物它不能再伤害你。这是一道温暖的光芒，它很锐利，但同时它也很温和，它是用来保护你的。我觉得它也不见得会去伤害你的敌人，而是光是它的出现，你的敌人就知道要退下了，你的敌人就知道他们是打不赢的，因为你背后有这样子强大的能量在保护你，那是一个永恒的声音哦。宇宙要你听从你的心，好，你的心中会有一个声音，你们充满无限的可能，你们拥有像大海一样的一个智慧，在这样子的能量中，你们就是要跟宇宙的最高的智慧源头做连结。它是一个涵盖所有知识的一个交集点，涵盖所有的学科、所有的领域、不同的思维模型，你们可以直接的去运用、吸取这样的知识，这样子的智慧，并且把它存在心中。它还有一个永恒的能量，永恒的在你背后守护着你，跟保护着你。好，接下来再看一下，我们第二张牌也是很厉害。这个渐层的这个牌卡，它也是一个永恒的能量哦。这个永恒呢，是一个由内而外扩展的能量，它象征着，这个宇宙上万事万物的生生灭灭，它是一个无尽的循环。你们的能量啊，它是一个没有时间、空间限制的。过去的你、现在的你、将来的你，全部都已经显现在这里了。这张牌卡很重要的讯息就是专注当下，当下就是你们创造魔法奇迹的时刻。宇宙将会给你一个很奇妙的旅程，这个是一个为你展开的光之海。看，金光闪闪的能量在你前面展开。透过时间展开的光之海，这个是属于你的故事，在前方哦，是等着你去填满的这个命运，所以一切是掌握在你们的手上。看一下这两张牌哦，这一组朋友，我觉得如果说你过去哦是稍微比较软，或者是说你们是有一个痛点，容易被人家欺负的话，接下来真的是不用担心。这把剑哦，它就是你最有力的武器，没有能量可以再去侵犯你。这把剑它非常的坚定，它如果别人不来弄它，它是不会去发挥它的威力。可是，一旦别人要来侵犯它，就是要来侵犯、要来伤害你的话，这把剑绝对会
展现出他无与伦比的一个力量，他是非常强悍的，只是他平常表现得很温和、很温柔，所以我看到你们会有这样子的力量来保护你。也许他是一个人，他是帮助你离开、斩断那些不好的人事物，离开一个旧有的伤害你的环境。这个人他看似很温和，但是一旦他发起脾气来，可是非常厉害的。他为什么会发脾气？因为有人要伤害你们，因为有人要欺负你们。所以我看到这个剑的能量哦，它平常是不发威的，可是一旦发威，真的是没有人能够去抵挡得了。好，有些时候真的会需要这样子的能量哦，去保护你们。有的时候不见得一味是要对别人好，讨好别人，因为有些人他真的是不会去明白你的付出，也不会去感恩你，他就像吸血鬼一样，他一直都要，他要更多，甚至有时候他会把不是你的责任跟事情推到你身上，让你承担的越多，但是功劳却是他抢去，有点像是牺牲你而成就了他。所以这一组的朋友，这样子的负面的人事物的能量要被斩断了，那一些伤害你、不值得你信任、背叛过你的人，这样子的能量都会被斩断，你们的智慧之眼真正的被打开。接下来哦，这个新的世界，新的这个命运啊，你们会迎来满满的好运，整个格局跟之前完完全全都不一样了。你可以去显化你想要的一个感情，你可以去显化你想要的工作，你可以在这个光之海中好好的去体验所有有趣的事情。你终于有时间心力去经验这个宇宙的美好。你过去经历了很多可能让你就是紧绷的，在生存，在防卫，在学习，可是接下来你们真的是有好多的时间可以看见，有好多的时间可以去看见一些美好的、有趣的、新鲜的能量，可以去玩乐，可以去放松。好，接下来哦，这个是光的船哦。这张牌是有关于个人跟整个宇宙的一个疗愈哦。地球是一个集体的生命意识，目前呢，它正在被推向更高频率的一个能量哦，而这个能量同样的也将流经你，流到你的身上，甚至是淹没你。所以呢，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可以更好的去整合这一些新的能量的到来。你们要保持一颗开放的心跟头脑，你会看见哦，接下来哦，刚刚说过这个时间段是一个快乐的时刻。你们不会再让自己陷入一个恐惧的轮回中，恐惧说你究竟会不会有一段好的感情，或者说恐惧你的金钱，或是过去你曾经在这个地球上，你觉得它很像是一个折磨，有很多的苦难要去承受。其实接下来这张牌真的是要让你看见地球的美好，它不是一个人间炼狱，它不是只有眼泪。它有很多的光亮，很多的美好，甚至你们就是那个最光亮、最漂亮、最美好的一个灵魂哦。好，这是一个有关于个人跟地球疗愈的时刻。你和地球正在朝着更高的觉醒状态迈进。可以想象哦，你们的心中、心灵的灵魂像地球，像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物、每一根草，还有每一个种子都在散发着光跟爱。你们是有这样子的能量，对自己散发着光跟爱，也有能力去散发光跟爱到你周遭的人身上，你的家人、你的朋友，甚至是已经在天堂的宠物，或者说已经逝去的亲人，你都有能力去散发光跟爱，祝福他们可以快乐的回归。有一天你们会在未来重新的相聚。好，我看到你们的能量是非常非常强的，不单单只是个人的疗愈，你们跟宇宙的集体意识做连接，这是一个这种
集体的进化，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去接收到这样子的能量，可是你们可以。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们这一组牌为什么前面会抽到与神灵同频，因为你们的能量真的是非常的特别跟非常的特殊哦。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下一张牌哦。哇哦，这张牌更是不得了，它是什么？它代表的是满满的好运，它代表的是龙的魔法，龙的魔法，对。它代表的是龙的意识跟你的意识可以互相的连接，互相的启动，彼此之间的那个通道打开了。好，你可以越来越感觉到你身体充满了龙的力量，你可以去召唤好运，召唤魔法，召唤一些你需要的频率来帮助你恢复身心灵的安定。这个龙啊，它是带来好运的，为你的生活展开神奇的改变，展开一个新的局面。它是在呼唤着自由、理智、力量、自信来到你的生命中。这些力量，龙所有的特质都将赋予在你的身上。龙也是一个非常吉祥的一个神兽哦，它是尊贵的、神圣的祥瑞之兽。所以有一句话说，山不在高，有龙则灵。有龙的能量在，就会给你带来好气场，让你们接下来的人生基本上是火力全开。在古代啊，龙也是只有皇帝，只有天子才能够去佩戴，才能够去拥有的这个图腾啊，代表说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除了这个官运亨通之外，还会有财富、有名、有尊贵的一个能量，同时它也能够去防小人。这个尊贵啊，有些朋友我觉得是在世俗取得一个成就，很高的一个成就地位，可是更多人我觉得这个尊贵啊，这个很高的一个地位跟成就是在灵性方面，很多人你们会成为灵性的导师，以及显化的魔法师，好运的这个男神女神哦。当你想要什么，你很快就可以显化成功。好，你的思想意念都成为你的真实，所以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时刻，它会带来确确实实对你有利的改变跟结果。你们要张开眼睛看看你的美丽，我觉得你们整个人的能量蜕变得非常美丽。打开你的心去感受生命的美好跟奇妙，向你爱的人跟爱你的人敞开你的心，并且永远永远都要忠于自己的心。好，接下来再看一下我们的下一张牌是这个过渡哦，破土而出，从这个蛋壳中长出一棵树。原先的种子现在已经成长出一个可以去庇应大家的大树了。你们的力量哦，过去一直在蛰伏，现在就是要破土而出，要一飞冲天，要逆转人生了。这组的朋友，我感觉到你们有这种即兴挥洒的能量，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你们会吸引到两种不同的一个能量，很像是南北的两极，或者说你身上会带有不同元素的色彩，也许是有一个很特别跟你不一样的人来到你的生命中，这个人很可能他是一个家世背景跟你比较不同的人，或学习领域跟你是天南地北的人，也有可能你们实体的距离是一南一北，或者说年龄是有一些差距的，这样子的人来到你的生命中，他重新让你的生命被激活了。我觉得可能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们生命有很多不同的一个经历。好，对他来说，你就像是一本书，你可以告诉他很多他没有经历过、他没有看过的事情。同样的，对你来说，他也是一个很新鲜、很鲜活的一个灵魂，他在做的事情是你没有做过的。你跟他相遇之后，你们有机会去分享彼此的故事，也有机会去打破原来自己的认知跟舒适圈，跟这个人在一起有一点1+1大于2的能量。好，我们原先灵魂的色彩会因为某一个人的出现而添加了更多丰富的元素在里面。好，
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接下来哦，在未来哦，你的思想、你的灵性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跟突破。刚刚说过，有些人你会成为别人的一个导师。其实你们不仅自己突破了，你们不仅自己好像打败了这个大魔王，你还要去帮助别人打败大魔王。这个帮助并不是说你刻意去做的，而是你本身的这个存在就彰显了神奇的时刻。你们可以逆转，你们可以在最劣势的一个情况中，你们可以去取得最后的胜利，就像一匹黑马一样。还有一些朋友看到的是，你会在你的生命中去发现到一些宝藏，会去在你的生命中去连接到一些明明就是存在的天大的好消息，可是别人却看不见。比如说呢，你生命中有一个人，他各方面都很好，对你也很好，然后财力、颜值各方面都不错。你可能过去会觉得说，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好运来到你的生命中？就像这张牌，可是真的会有。就像你去吃一间餐厅，这家餐厅哦，你可能本来不抱很大的希望，好，这家餐厅没有人排队，你可能想说，哦，它是不是很冷门，所以没有人去光顾。没有想到你进去之后会发现，它的价格非常的合理，装潢是你喜欢的，然后这个味道又是超级好吃、超级美味的。所以呢，这个就是特别只有你才发现的一个好运，其他人可能再去排队那些热门的一些网红店、名店，可是你们呢，在不同的道路上，在一个小径中发现了这一家餐厅哦，真的是非常的独特，然后价格合理，装潢你又喜欢，吃起来非常的好吃又有气氛，你们非常的惊讶跟非常的惊喜，就像这样子的一个能量感觉哦，你们会在生命中发现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哦，所以你们可能认知上会有一个改变，原来不一定是要很多人去朝圣，很多人去排队的名店才是好的，有很多适合你的东西，它不见得是这种很明目张胆的显现出来，可是它真的是等待你去发现。其实有些好的东西、好的人，他真的就在你的身边了，就在你的眼前了，只是可能当下你没有看见，你没有意识到，而接下来宇宙就是要帮你打破一些意识上的认知哦。你们会连接到一个刚刚说过一个可能跟你有一些异元素的人，有一些个性上相反的人，跟你有一个比较有这种南辕北辙特质的一个人哦，透过它是一个契机，让你可以去看见更宽广的的世界，还有更宽广的一个宇宙，而且你们两个也因为异性相吸，会有非常的这种离不开彼此的一个能量，对你们两个来说，它都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体验的过程。好，也有些朋友看见你是会去转换你的岗位，转换你的工作领域的，很可能你会在一个新的跑道上、新的赛道上重新的开始，重新的去学习，然后重新的去了解有关于这个产业的知识。好，你们现在所累积起来的基础知识学习，对于未来、对于将来都是有帮助的。也有可能有些人你在这个工作的调动中，你会遇到一个管理风格，或者是说组织的这种气氛比较不一样的能量转变。如果过去是比较严谨的，也许接下来是一个比较美式风格的，给你很大自由跟权限的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哦。第一张牌是金币10，第二张牌是金币皇后，好，第三张牌是这个权杖的战士哦。好，第一个讯息是，有些朋友你们可能都是会怀孕，或者说你的另外一半会怀孕，或是迎接新的生命来到你的家庭中。那也有一些朋友，这个宝宝啊，这个孕育啊，代表的是一个新的体系、新的事业，或者说它是一个宠物的能量，有什么新鲜的
元素、新鲜的选项正在加入到你的人生中。好，我看见有些朋友，你们很可能会成为爸爸妈妈，或者是说在家里再增添新的一个成员哦，非常非常亲密紧密的一个连接，你会有想要疼爱跟照顾的人。好，那另外呢，我还看到有些朋友哦，很可能过去啊，特别是母胎单身的朋友，我觉得他有一个讯息是，你可能过去有跟某一个人暧昧过，或者说你们曾经有交谈过，但是当时不知道怎么样，这个交谈的讯息就断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或者说他可能是你以前学生时代的好朋友，而你们有机会重新的连接起来，重新的去连接当时的那个有一点点暧昧的情愫，或者说没有发展完成的感情，可能当时的感情还在萌芽阶段，就因为一些阴错阳差而分开了。现在呢，我觉得这样子的感情有机会重新的回来，重新的再次被点燃。那有些朋友，我觉得被点燃的是你心中的渴望，对于感情的渴望，对于事业的渴望，你们会有自信，还有自主意识的向前走，去走你的路，做你的选择。代表说，我觉得在感情中，你们会有机会迎来一个热烈跟浪漫的恋情。很可能跟前面说的这一张牌哦，一个身上跟你有这种不同元素的人的能量相吸引，可能是年龄差、距离差、思想的差别，或者说家世背景等等的一些差别的一个能量，非常的受到吸引，热烈的展开一段新的感情，干柴烈火这样子的能量哦。好，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姿势，它也有点像是在祈求什么，求偶或是求爱，或是说在自由自在的，不管其他的人的眼光，在跳舞的一个能量。好，那接下来哦，我觉得在事业、学习、个人成长的领域啊，你们绝对会去迈入一个正确又稳定的轨道上。在这样子的轨道中，你们是可以获得实质的金钱上的一个回馈哦。有很多朋友看到你们会有钱滚钱的一个能量哦，你们会去打造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不断的帮你去生钱的。你至今所累积的一切是不会背叛你们的。当你们冲破外在的那个束缚着你、包裹着你的外壳之后啊，所有你的能量跟好运都要被释放出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这个金钱能量跟你们蜕变之后的能量是非常相符的。当你越相信自己、越追寻自己的热情的时候，其实你获得的这个金钱的回馈跟这个稳定就越来越强。你们的金钱跟事业是丰厚的。那如果还在学习的朋友啊，你们现在打下的这个学习的基础，打下的这个扎实的基础，不会背叛你，到未来都会回馈到你身上。你现在很可能还找不到什么对应的方向，但事实上，当你往前走了之后呢，你就会在不同的层面受到启发跟触发，把过去所有的学习、所有的内省都连接在一起。你们的这个专业知识，好好的去钻研，好好的去学习，未来它也是会获得很丰收的物质的回馈哦。你们所想要的车子、房子，还有其他的这个经济上的能量哦，我觉得都会是有的，大家不用担心，不用再为金钱焦虑跟烦恼，而且它还有一种越来越多，它是一个会生长、会繁殖的能量哦。钱滚钱，金币带来金币，你们有办法去做一个孕金钱的这个母亲的一个能量哦，你们的脑中会有点子，你知道要怎么样子不受于你现在的这个年龄背景、工作的这个限制，去吸引更多金钱的能量来到你们的生命中，因为你们已经突破了外在的那个
很看似束缚的你的壳。你们过去很可能在被束缚的时候，以为外在的这个壳啊是铜墙铁壁，没有。但其实当你长大了，长出智慧之后，你会发现它只是简单的一个这种蛋壳，很薄，你只要轻轻的一敲，它就突破了，它就敲碎了。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绝对比你的困难还要来得大。好，相信你的好运。以上呢就是有关于第2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我是蜜雅，我的 YouTube 跟 B 站的名称都是蜜雅塔罗。我们下期影片见喽，拜拜。Hello， 选到第3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一下什么样子的强势好运即将来到你们的生命中。好，首先呢，我来帮第3组的朋友对应一下你们的能量牌卡。好，我们的第1张牌罗盘哦。第2张牌是在森林中一个红色的帐篷，这个帐篷看起来是空的，曾经住过人，但现在这个人哦，在帐篷里面的人好像已经离开了。好，第3张牌是一张色彩缤纷，然后有各种纹路的一条蛇哦。这组的朋友啊，感觉上你们正在往一个幸福的方向迈进哦，持续的往幸福的方向不断的前进，距离你心中理想的那个幸福的画面越来越近。很多朋友，你们的这个罗盘上的指针啊，指着就是你们心中所想要过的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过去你在前进的路途中啊，你可能会去掉到一些陷阱，这个陷阱有点像是你信以为真，但其实那个只是社会上、媒体上高明行销的一个产物，它不见得是真的，它有可能只是人云亦云。你应用了这个方法，到最后你却发现没有办法去达到你的幸福，或者是说在前往幸福的路途中，有一些东西是你想要省掉的、避免掉的一些麻烦跟困难，可是你事后回想起来，却发现，那些东西是没有办法避开的，那个试题你是没有办法去跳答的，它是通往幸福成功必经的道路，所以感觉上这一组的朋友哦，你们在你们的生命中有过来来回回，有过曲折，也曾经被别人攻击，以至于你需要去躲起来修身养息。这个修身养息很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哦。有些朋友，我觉得在感情上，你们在寻找一个懂得珍惜你的人。懂得珍惜你的人，他才能够去拥有你，他才能够去有资格跟你在一起。我觉得你们在感情的路途中会越来越明白，感情并不是一个装备竞赛，并不是大家在摆在一起评比说，谁的身高最高，谁的颜值最高，谁的口袋最深，或是说谁的年龄最有优势等等的，而是这个人哦，不光光是看他的外在颜值好不好看，不光光是看他的这个一些条件啊，更多的是你跟这个人相处所带来的感觉，这个人对你来说有什么独一无二的特别，你跟他在一起能不能够很轻松很开心的做自己。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你们在寻找的是一个包容，一个体谅，一个人在前进，一个人在发脾气的时候，另外一个人懂得去安抚他，懂得去退让，然后另外一个人能够去提供一些温暖。当其中一方失意的时候，当其中一方陷入低潮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感情中你们在追寻的互相扶持的一个过程哦。两个人在一起哦，总有一方是需要去包容跟退让，可是这个包容跟退让不永远只是某一个人的角色，它是一个互相的。有的时候你生气的时候，我来哄哄你；有的时候我生气的时候，你来迁就我。
这样子两个人就能够配合得很好。那个发脾气的人也要懂得适可而止，也要懂得收敛。所以我看到你们其实最终在感情中所想要找的就是一个手牵手走到永远，不会去走散的一个人。你们要的幸福也许不是一个很多，或者说很虚无缥缈、很宽广的一个梦想，而是很自在的、很落地的，一屋两人三餐四季。好，一间屋子，两个人早中晚三餐一起度过春夏秋冬四季。这当中最重要的核心就是陪伴，你们想要的就是一个能够陪伴你的人，你们两个可以去共享、共度四季，相伴一生。好，这一组的朋友啊，感觉上你们心中是有所期待这样子一份真挚的感情，而你们呢，在人生的道路走到现在，你们身上具有非常与众不同的色彩，在全天下没有办法再找到相同的蛇具有一模一样的纹路，这个纹路就是你们身上灵魂独有的印记，灵魂独有的一个记忆。好，你们有很大的特色，而且让你长出不一样的花纹、不一样的色彩、不一样的图腾。这个让你与众不同的原因，就是曾经你跌到过谷底，曾经你经历过灵魂暗夜之后，你又重新站起来，所以你们像是一个光明的战士，你们身上有伤痕累累，同时这也是战勋累累。我看到你们经历过苦，可是最后还是爬了起来，成就了你们色彩斑斓、独特的一个故事。而你们现在的故事正要翻到下一个章节了。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还是一个说真话、说实话的一群人哦。有的时候你说真话，别人却不愿意听，别人却不想听，别人去把耳朵蒙起来，或者是说他们可能会攻击你。你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世界的人心很难懂、很难猜、很费解。明明你说的是实话，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明明你陈述的是客观的事实，你抒发的是你的感受，为什么其他人要去睁眼说瞎话？其实在你周遭的很多人，他宁可选择去麻痹自己，宁可选择去朝三暮四，他也不想要去看见真相哦，他不想要去承认说你说的是事实。有些朋友，你们过去可能因为说真话，然后揭露了一些真相而成为代罪羔羊，或者是说因为你的真，因为你的一些独到的洞见跟智慧，使你蒙受了一些不白之冤。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下面的能量哦，有什么样子的好消息即将来临？如果你们跟前面这3张牌的有的讯息有连结的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哦。好，第一张牌是反思你的优先顺序哦。这张牌的能量在说什么呢？这一组的朋友，接下来哦，你们的生命啊，要集中在你们最想要做的事情哦。人生总有很多的选项，感情，或者是说，在这一天24小时当中啊，你有很多可以去安排的一个项目。而下弦月在水瓶座，这张牌其实要你们集中心思意念，什么是你此时此刻人生最重要的、最想要去完成的事情呢？比如说呢，你想要去奋斗，比如说你想要去旅行，比如说你想要去创业，究竟你心中所想要做的这个梦是什么？而你现在每一天在做的事情，24小时当中，你抽出了多少时间给你心中的梦想？你究竟是把你的时间花在哪里？你的时间花在哪里，你的成就就在哪里。所以你们真的有没有把你的时间留给你心中认为重要的那个项目，或是重要的那个人？也许你很在意感情，但你并没有真的花有品质的时间去做陪伴，或者说你很在意
你是单身，你很想要有一段好的连接，可是你也没有试着要去跨出去跟其他人做连接。如果你还是一个人封闭起来，断绝跟外在的一些接触的话，这样子要怎么样子去让别人看见你，让别人跟你做连接，要怎么样子去脱单呢？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真的是宇宙要你们集中心思意念在你真心所想要做的事情上。第二张牌是采取受启发的行动。好，这张牌是在说可能你们过去曾经有过那种全力以赴的经验，但是最后的结果不是很好，让你觉得伤痕累累，让你觉得你的心好像受了很严重的这种伤害，在心头上被人家划了一刀，在滴血，以至于你们每一次想要去尝试的时候，这个旧有的伤口就在隐隐作痛，告诉你说不要去尝试，以免说我又再一次受伤，我又再一次跌倒，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每当你们想要去前进的时候，你心里也许有另外一个声音在拉住你，再去告诉你说不要去行动，因为行动的话很可能没有好结果，行动的话很可能会失败。而现在呢，采取受启发的行动，我觉得你们的生命中有新的能量正在来临哦。你们知道你们的一生不单单只是如此，不单单只是得过且过，不单单只是要屈就于现在这个乏味的不满意的生活，你们身上有非常独一无二的鳞片、气息跟味道，你们有你们的聪明才智，理所当然你可以再试一次。而且你会发现这个失败并不是说是一个很严重很难过的事情。谁没有跌倒过？谁没有失败过？谁没有在感情中好像选错了人？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对不对？伟大的发明家在发明出最后的成果之前，前面也经历了几百次、几千次的一个失败。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这么的特别，你们这么的与众不同，为什么要把自己受限起来呢？我看到你们接下来不会轻言放弃。当你们去理清人生的一个重要性之后，你会集中火力在你真心所想要做的事情上，不后悔的去采取受启发的行动。你们就去做吧，你们就去发光吧。有些事情就只有在你现在的年岁才可以去做的，有些事情它过了以后，就你再去做相同的事情，就没有同样的一个滋味了。所以在此时此刻，你当下的状态，在你当下的情境，你能够拥有什么样子的资源，这些都已经是最好的礼物。你们不用等到一切都好像一定要准备到很满，准备的超过再去行动。你不要等到所有你都滴水不漏的抓在手上才去行动，相反的，且战且走。你们接下来迎来的是一个全新的未来，升级的未来， 2.0 版本的你自己， 3.0 版本的你自己。所以我看见接下来你们会勇敢的重拾信心，重新的再去开启一个项目。有些项目是你曾经尝试过但是失败了，你又重新的想到一些方法，可以再怎么样子去安排，再怎么样子去调整，把它做得更好。或者是说有一些过去处理不好的感情你们现在有方法了，你们现在知道要怎么样子跟对方去应对了，有机会在感情上可以去消化转换之前那些不好的体会跟经验，让两个人的心可以更加的靠近。以前在你身上发生的不好的事情，它都会变成一个你成长的一个养分，它会去滋养你。所以大家不要去浪费曾经在你身上经历的事情，
这些养分，如果你用负面思考去看它，它可能只是一个很臭的脏东西。但如果呢，你正面的去想它，它确实可以变成是帮助你往前的一个动力，一个推力。所以就看你们要怎么做，它可以是一个拉着你不让你前行的大石头，也可以是那个为你加油、为你鼓掌的一个力量。你们要怎么样子去想呢？全凭一念之间哦。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下面的牌，重新考虑，重新评估。好，第二张牌也再一次提醒你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核心事物是什么？第三张牌是感受。好，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过去可能沉淀了一段时间哦，在这个沉淀的时间中，也许你好好的去想一些事情哦，也许你把自己与世隔绝，或是说减低跟外人的联系，你就是很安静的在自己的世界中思考一些事情。宇宙告诉你说，你可以花时间去思考，重新评估，重新的去想。你没有必要说，下了决定之后都不能够去改变。人生在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想法，可能你觉得很不错的，到现在的这个年纪啊，你觉得以前很喜欢的东西已经不再喜欢了，以前需要的已经不再需要了。所以宇宙告诉你说，改变是可以的，重新评估是可以的。只要你想好了之后呢，你们就可以重新的再来一次，重新的再选择哦。如果之前呢，你感觉到你都是逆风而行，接下来我看到这个逆风风向要转变了，这个风啊变成是推着你往前走的一个力量，这个运气跟运势都是站在你这边，所以你们真的要重新的好好的去评估，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你真心所喜欢的，你现在身边的这个人、这个家庭、这个环境，你有没有就是把它带到你想要的一个方向呢？好，下一张牌一样也是这个专注哦。你们最想要做的，可以让你的人生带来最大幸运跟丰收的事情是什么？如果你们现在很专注的要赚钱的话，你是不是要去排除一些明明是消耗你体力又没有办法去累积金钱、累积实力的事情呢？好，如果你现在很在意的是健康，那你有没有花时间锻炼身体，花时间做出一个饮食上更营养、更健康的一个选择呢？好，第三副牌的朋友，宇宙要你们摸摸自己的胸口，宇宙要你去感受你自己真实的感受，宇宙要看见你开心的样子。你前个阶段在沉淀、在沉积、再重新评估，然后我看见你们想好了，想好之后眼睛睁开，眼睛发亮，你会感觉到你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跟你对话，它是一个呼召，它是一个召唤，指引着你往前走，往前进。我看见你们的眼睛啊，闪亮明亮，充满了很多的想法，而你们的这些想法啊，同时呢会让你带来很好的一个感觉。这个女生呢，她的耳环呢是星星，闪闪发光的星星，就跟她背后的天空是一样的。所以你们这边有一种创意源源不绝的能量，你们本身就是闪耀的，你们本身就是发光的，你们有很多的愿望，就像这个星星一样，它即将成型，即将实现。而你们心里最想要的、最重要的、最大的那个梦想跟愿望是什么呢？也许你们可以拿纸笔写下来，就像这一张牌一样，你第一个想做的事，第二个想做的事情，在心愿清单上你去列出来，接下来你会发现哦，你列的这个清单啊，真的是一个一个被你完成了，一个一个被你打勾了。只要你们愿意去面对真实的自己，然后愿意去给自己重新的思考、重新的评估、重新前进的勇气，其实我看见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过去理不清、
想不明白的事情都会被解决。你们在前往你们理想生活、寻找你们幸福的这个道路上，你会越来越顺利，离你梦想中的自己越来越靠近。我也看见你们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能够去抒发你的感受。这个感觉它是一个流通的，它不是一个阻碍的。你们的能量正在变得越来越华丽，越来越美丽。不管世界给你出什么样子的考题，你们都能够很漂亮的去解答，都能够很漂亮的去回答，在这个试卷上答出一个很漂亮的成绩。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牌。好，我们的第一张牌哦，它在讲龙的一个宝藏哦。好，在龙的这个宝藏哦，好，这只龙它是一个有翅膀的卷曲起来的一个形状，然后它中间在保护着一个发光的、发着蓝光的这个球体哦。其实我看见你们的心中啊有梦想，但是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恐惧跟害怕。也许正是这个恐惧使你踌躇不前，让你没有办法往前进。可是同时啊，宇宙也听到你内心的呼唤。宇宙知道你们其实还是很想要往前走的。你看，在这个发光的球体下面，它是一串钥匙，代表说宇宙今天呢要给你一些指引哦。宇宙告诉你说，这里你往前走，从现在开始作为起点往前走的未来，它会受到保护，有很多珍贵的宝物。它很像是一些古老的教义，或者说古老的一些卷轴，有智慧的一些提点，它其实就散落在你的一个周围，就散落在你的身边。而且这个是一个宇宙提供给你丰富的机会，你可以用你最喜欢的方式来填满你的一个背包。人生的旅途，就像你在前行的旅途中，你背了一个背包，就像这个龙，它背了一个这样子的发光的这个球体一样。这个球体里面呢，可以装满各式各样他的梦想、他喜欢的东西等等的。这个是一个礼物，也是宇宙要提点你们的讯息。你可以把所有你喜欢的东西都装在你的背包，然后带着走，这样子的能量。而且啊，我看到是你们可以用你身上的美好特质去为其他人造福，创造一个共好跟共享的一个社会。有些人也许你们的梦想没有那么的这种伟大啊，就是我没有说我一定要去做什么德蕾莎修女，或者我一定要去帮助什么弱势等等的。但是这个共好啊，也代表着你跟你所爱的人，你跟你的男朋友、女朋友，还或者是你自己建立的家庭，你可以把所有的能量、所有人的能量都一起往上升，一起升级。那另外这边还有一个提醒的讯息，就是好，有一些人哦，他其实是会在你前行的过程中引诱你，就像那些闪闪发亮的东西，它不见得是金子。你们过去可能曾经被骗，被那些说的口沫横飞的人骗，被那些就是外表光鲜亮丽，可是其实内在空洞没有价值的事物所骗。可是因为你们曾经经历过这些，现在的你已经有了经历了，你再一次去走，你就知道哪些东西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哪些人是敌人，哪些人是朋友，以及说你生命中面对不同的关卡，这些关卡是有哪一种，就是各种不同的难度，依照难度分级，你分别要用什么样子的力量去处理这些事情、这些事项。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你们更加的有智慧了。有些人你们真的不用迎面去对战，有些事情你绕开就好，避开就好，避开一些麻烦，趋吉避凶，最大程度的保护你自己的能量。好，这一组的朋友，宇宙还说，你希望留给明天的你自己什么呢？你种下的这些种子，最后都会结出果实。好。这个龙啊，它正在守护着未来的你。
你的善良，还有你的这个精神啊，会吸引来这只龙，是因为你们非常非常的有福报。所以说，现在的这一刻，这个当下的这一秒钟，它其实转瞬就过了，它就变成了你的过去，你的历史。把握当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龙的宝藏这张牌想要告诉你说，当你们思考好了，就是前面有重新评估嘛，重新评估好了之后，不要犹豫，你们就往前走，往前行。好，当你觉得内心恐惧跟不安的时候，呼召你内心的力量跟宇宙做连结。宇宙正在保护你，宇宙正在为你开路，宇宙正在给你带来很多的好运。这把钥匙其实就在你们的手里，很多人可能没有去看见。好，你们一直专心在你们的这个，看这只龙，它一直专心的看着它身上带的这个背包，这个球啊，所以他没有发现到，原来钥匙就在下方，或者说他看见了，但是却没有办法去拿到。现在很多的谜团哦，很多的真相要被呈现出来。如果过去你们是被蒙蔽的，如果你过去你不知道这个人对你的心意是如何，你需要去猜。那接下来宇宙给你们的机会就是拨云见日，你可以很清楚的明白这个人究竟对你的心意是如何，因此你可以决定你要跟这个人继续走下去吗？还是你不要，你要抽离了，一切都看你的选择。有些人就是想要选择你所爱的人，就算他不爱你，你也觉得没有关系。那有些人，如果你想要找的是一个这种两厢情愿、双向奔赴的关系，好，当你看清楚真相的时候，也许你会觉得，原来这个人也是这么的爱我，原来这个人的真心是隐藏在背后的。或者是说你可能是明白说，他背后对你有些欺瞒，也许你们就可以重新的去做选择。好，这个龙到最后他会到达他的成功，终极的这个目标，终极的成功，他会拿到最大的一个宝藏。所以我看见你们会战胜你心中所有的恐惧，去一路闯关，一路通关。好，然后接下来这张牌它是骑士，这张牌真的非常好哦。当骑士出现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散播好消息的能量哦。好，如果有些朋友啊，你当下会觉得说，你是被困住的，或者说你不知道要前进还是要后退，你生命有一个束缚感的话，我觉得这个束缚感真的已经结束了。你看这张牌，它是非常有力量、蓄势待发、前行的，而这个太阳就在他们的身后，把他们的身上照得闪闪发亮，然后还有一些彩带飘舞在空中。当这个骑士出现的时候，他就是要来告诉你一些好消息，一些改变的好消息哦。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都听过太多的不好的消息，太多的坏消息。可是呢，在这个坏消息中啊，同时你们也去长了智慧，或者说从这个坏消息，或者说从一些失败的经验中去理出头绪。所以接下来这个骑士哦，他要来散播的讯息是，就是这个骑士来到你生命中，他是有任务的，他要让你在最混沌不安、最崩溃、最狼狈的时期，去看见其他人看不见的美好。也许你听起来是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你们要知道，每一场暴风雨它都会结束，它都会过去，在那个背后都会有一线光明，一线希望。这个骑士他就是一个好消息、正向讯息的传令官。大家要去摆脱宿命论的一个概念，就是觉得说，我生来就是这样，没有办法去改变命运。或者说有的时候你们听占卜，如果听到不好的结果，是不是就会
去相信说这是不能改变的，其实不是哦，就是占卜的讯息，它只是一个当下能量的读取。好，如果你读取之后，你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不一样的想法，好，境随心转的能量改变之后，你的未来也会随之改变。所以好消息到来，我看到你们摆脱宿命论的态度，摆脱一些悲观的预测，摆脱对这个生活或者说这个世界一些可怕的想法，一个新的更好的你即将到来。过去的你已经好像灰飞烟灭了，过去的你已经重新的不好的东西已经死掉了，新的你已经重生了，重新的崛起，这个力量啊，重新的被掌握在你的手里。你们可能从一个很漫长，或者是说很可怕、很低沉的这个噩梦中、睡梦中醒来，你们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你们重新去接受别人的喝彩，你们重新赢得这个世界的目光，你们开始表演。好，世界是为你们喝彩，世界会为你们鼓掌，运势是站在你们这边的，你们会变得非常的兴奋，而且我看见你愿意去做一些提案，做一些期待。这张牌代表了一个宣布，一个有关于你们很繁荣，而且是修好，就是和平的时期到来，代表说过去如果有一些纷争，它是可以被解决的。好，大家要留心生命中宇宙给你的一些各种提点。好，那我们最后呢，再来看一下几张塔罗牌的能量哦。好，第一张牌是金币4，第二张牌是圣杯的皇后，好，第三张牌是圣杯的10号哦。好，这几张牌在说什么呢？我觉得你们接下来会遇到一个，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会组建自己的家庭，或者说你们现在已经有家庭了，这个家庭的感情会更加融洽，大家会往同样的方向前进。过去如果有一些家庭的难关，很大的关卡，它会度过，它会被处理好。好，你们心上的石头可以放下来了。单身的朋友，我觉得会有一个很好的，对你很好的人，很温柔、很贴心的这个暖男，或者是温暖的这个女生，很体贴的女生或很体贴的男生来到你的生命中陪伴你。他陪伴你，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你跟别人很不一样。就是前面所说的嘛，感情它不单单只是外在条件的一个评比，我觉得在他眼中，你们就是那个100分的第一名，什么样子的明星啊、偶像啊，或者说什么样子的富翁啊，都比不上你们。对他来说，你们就是他的心之所向，就是他这一生所寻找的很特别的能量，所以他会给你很好的陪伴跟很好的一个对待。但是你们的念头一定要去转换，单身的朋友你要去转换不自信、不被爱的这个能量，你们才能够去看见他、接受他，才能够去遇到那个真正的想要跟你有所连结，想要用心对你好的人。好，他是一个真的想要去守护你，想要去爱你，想要去陪伴你，想要跟你过的这种长远长久的能量。接下来我会看到你们非常非常的有安全感哦，在金钱上，在感情上，因为感情嘛，有些朋友可能有新的元素、新的人进入到你的生命中，所以你过去不好的事情它就已经结束了，而新的人的来到呢，即将把你的人生推向高峰，推向顶点。那如果你现在已经是在一段关系中，我觉得你们的关系有机会又迎来另外的一次高潮，也许你会去度蜜月、2次蜜月，或是给2个人策划一个什么样子的彼此都很开心的惊喜，或是旅游，或是也许你们2个有这种存钱买房的一个目标梦想，或是退休的这个目标。我觉得你们在金钱上会越来越有安全感，而且会达到你所设定的那个目标哦。你们的人生会重新的被归纳，重新的被整理，重新的被梳理。然后你理清头绪之后，其实你会对于未来更加的有掌控感。这个掌控感并不是说你可以掌控所有的人的想法，而是你知道说，就算今天
在你没有预期的地方发生了一些风险，你们还是有办法去应对的。你的生活是留有余裕的，包含你的金钱也是有余裕的，你可以去应对一些突发的状况。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我看见你们的人生真的是前面的那个篇章已经翻页了，接下来它是一个再次升级的能量，会有很多新的场景、新的元素、新的这个能量进入到你的生命中，所以你们真的有重启人生、重新翻转的这个局面，而且这个重新的这个棋局啊，绝对是有很多好消息，让你非常非常的开心哦。有些朋友，你们是不是要远行呢？我看见你们已经取得胜利，在什么样子的战役中，你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拿到最后你想要的那个果实、那个奖杯跟奖赏哦。好，你们会受到光荣的表扬，也有一种光荣回归的能量。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3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我是蜜雅，我的 YouTube 跟 B 站的名称都是蜜雅塔罗。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